世界上10个最奇特的城市建筑，每个都是来自未来的超现实风格。第1名至今无法模仿。世界各地都在不断地增加建筑物，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而且大多数建筑物的建造方式几乎都是相同的，但也有一些以其不同寻常的形状和特征，远远超出了普通建筑，就像是未来的超现实建筑。那么这期就跟着表妹的步伐，陪你一起看看这些世界上最奇特的10大建筑吧。看这个影片之前，你知道有哪些最奇特的建筑呢？第10名，阿塞拜疆地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坐落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市，是一个杰出的建筑典范，反映了它所包含的藏品的主题。它成立于1967年，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地毯编织艺术的博物馆。经过6年的建设，它于2014年搬到了现在的建筑。之前的场地上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为了给它让路而被拆除。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很不寻常，因为它的形状像一张卷着的地毯，与它致力于保护和庆祝的工艺相呼应。奥地利建筑师弗朗茨·亨利·瓦格纳提出了这个概念，它不仅在视觉上引人注目，而且是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融合的象征。它的外部覆盖着金色和白色，反射着自然的阳光，赋予建筑雄伟的光芒。而其弯曲的形式与滚动地毯的流动性，在巴库市的城市景观中脱颖而出，并增加了独特的轮廓，成为巴库最具标志性的形象之一。在建筑内部，设计更为大胆。当你穿过3家包含大量地毯和人工制品的展品时，你会以模仿地毯展开的方式被引导，每转一个弯都揭示了丰富的纺织品制造历史。第9名，德国螺旋森林。这是一栋位于德国黑森州达姆施塔特的居住建筑，建筑外形由维也纳的艺术家佛登斯列·汉德瓦萨参与设计，由建筑师海因茨·斯普林曼具体实施，于2000年完工，旨在体现自然与艺术的和谐融合。Wild Spiral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螺旋森林，反映了建筑独特的形状，模仿了自然界中发现的有机形式。它有12层楼高，有105套公寓，还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咖啡馆和办公室。然而，让这个地方与众不同的是它起伏的立面，装饰着彩色瓷砖、不规则的窗户和植被覆盖的露台。螺旋森林的设计理念围绕着创造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的建筑的概念。在整个项目中，设计师将1000多棵树木和灌木融入整个建筑群，创造了一个垂直的森林，吞没了整个建筑。每间公寓都拥有一个私人阳台，让居住者能够私下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并尽可能地与生态和睦共处。建筑内部是迷宫般的弯曲走廊，不同的楼层高度和一系列的颜色和纹理。建筑师相信个体表达的重要性，并拒绝在许多城市环境中流行的标准化建筑，因此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独特的设计，没有2个房间是完全相同的。第8名，跳舞的房子。这其实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的绰号，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区，由加拿大知名前卫建筑师法兰克·盖瑞与建筑师弗拉多·米卢尼克共同合作，于一个空的商宅河滨基地一同合作所设计的。这座解构主义风格的建筑于1996年完工，以奥尔弗雷迪斯特和金吉罗杰斯的传奇舞蹈命名。舞蹈屋的设计是一对舞者的形状，结构美学打破了常识。其非传统的设计、扭曲的结构和对比的元素，代表阴与阳或静态与动态，暗示舞蹈的运动。建筑的形状由99块混凝土板构成，每一块的形状和尺寸都略有不同。这些房子位于一个桥梁上，下面是商店、餐厅和办公空间，而上面是住宅。每个立方体建筑都有3层，内部布局和家具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空间。虽然外观独特，但内部是功能性的。如今，荷兰的跳舞的房子成为了一项旅游胜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你可以在房屋中的一个开放的立方体内找到博物馆，了解有关这些建筑的历史和设计。这座建筑是荷兰建筑和设计的标志，代表了现代建筑中的创新和大胆思维。第7名，伊林登纪念碑。伊林登也称为马其顿，是马其顿北部克鲁索沃市的一座雕塑纪念碑，于1974年落成。它是为了纪念1903年的伊林登起义，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也是马其顿人民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做的努力。
该建筑是南斯拉夫时代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由乔丹·格拉布洛斯基和格拉布洛斯卡设计。它的抽象和象征性反映了马其顿人民动荡的历史和愿望。它的形状让人想起炸弹或鸡蛋，象征着一个新的自由国家的诞生。外部以大型的原始混凝土形式为主，与周围的景观形成对比，而内部则用充满活力的彩色马赛克装饰，描绘了马其顿起义和未来斗争的场景。它占地315平方米，令人印象深刻。它是由小片玻璃制成的，当阳光照射进来时，这些玻璃会闪烁。这座纪念碑坐落在一个约5公顷的小山上，俯瞰着克鲁索沃市，从这里可以看到小镇和周围乡村的全景。纪念碑旁边的一个大型圆形剧场是纪念活动和文化活动的聚集地，主要活动是每年8月2日，人们聚集在这里纪念伊林登起义。第6名，印度莲花寺。这是印度新德里的灵溪堂，俗称莲花寺。这是一座令人惊叹的建筑，于1986年完工。由于其不同寻常的形状和突破性的建筑技术，它获得了无数的建筑奖，由伊朗建筑师法里博兹·萨巴设计。它的名字因其与白色莲花的相似而得名。这是由27块独立的大理石交错设计实现的，这些大理石共分为3圈环绕，形成围绕其外部的9面。这个设计不仅展示了莲花的精致之美，也代表了各种宗教信仰的统一。因为莲花寺是向所有信仰的人开放的，所以进入寺庙后，迎接游客的是一个巨大的、充满暖光的神圣大厅。自然光通过天窗过滤，在整个内部投射出迷人的光芒。宁静的空间创造了独特的氛围，使其成为信徒们祈祷的完美场所。莲花寺的大殿可容纳20500人。现在，这是印度的一座重要宗教和旅游景点，同时也是印度巴哈伊信仰的圣地之一。如果你想找寻自己或冥想，那么这里是你的不二选择。同时，这座莲花寺还用于举办各种促进不同信仰间对话和理解的宗教文化和艺术活动。第5名，希瓦尔理想宫。这是法国奥塔留斯的一种怪异建筑，它是法国邮差费迪南德·希瓦尔的毕生杰作。他从1879年到1912年，花了33年时间建造了它。它是决心、想象力和个人创造力的力量证明。希瓦尔理想宫殿的故事始于，据说在他的邮差工作路线上，被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绊倒，受到形状和大胆想象的启发，他开始在日常中特地收集类似的石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用这些石头建造理想的宫殿，结构不同于任何其他宫殿，灵感来自大自然和杂志上出现的世界奇观的一张图片。最后的成品就像一个梦幻般的结构，融合了各种建筑风格和影响，从基督教和印度教寺庙，再到瑞士小屋和中世纪城堡。里面有动物、神话生物和著名人物的雕塑，每一个都是由希瓦尔精心制作的。整个建筑也被详细的雕刻所覆盖，包括在他一生中工作时的思想和哲学的铭文。这座宏伟的建筑高约8米，宽26米，这是独一无二的纯粹的想象力。尽管没有接受过建筑或艺术方面的正式培训，但他还是建造出一个精美而错综复杂的结构，在1个多世纪后继续吸引游客，以至于在1969年，法国文化部认定理想宫为文化地标，证明了它在法国建筑史上的地位。今天，理想宫是一个旅游目的地，也是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学科的梦想家、艺术家和建筑师的灵感源泉。它曾在众多艺术展览中展出，被提及为众多备受赞誉的艺术家，比如巴勃罗·毕加索的灵感之源。第4名，格拉茨美术馆。这座外观怪异的美术馆是奥地利格拉茨的一处建筑地标，于2003年完工后，立即成为了这座城市天际线上当代艺术和文化的灯塔。它是由科林·傅里涅与彼得·库克合作设计。由于它超现实的外观，该结构就像具有有机的生物形态。其独特的外皮由288块丙烯酸玻璃板组成，进一步赋予了生命。这些外皮配备了节能的 LED 灯，使建筑在天黑时变成一个迷人的灯光显示器。这一动态特征使该建筑成为一种创新和创造力的象征。内部是一个大型展览空间，用于举办不断变化的当代作品展示和多媒体演示。建筑的内部设计就像它的外部一样奇怪，弯曲的墙壁、倾斜的地板和意想不到的角度，旨在为游客创造一种身临其境和发人深省的氛围，旨在弥合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距。
展览经常展出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挑战传统的艺术界限，探索新的概念和表现形式。此外，它还作为文化对话和交流的中心，举办各种活动、讲座和研讨会，吸引公众参与，并帮助发展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空间。第3名 ，BFC 外滩金融中心，这是一个多功能开发项目，是中国上海市黄浦区的一座商业综合体，是由国际知名的建筑事务所 Foster 和 Partners 设计的。该建筑于2017年完工，这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地上4层，地下3层，其总建筑面积约为42万平方米，高度为180米，内设办公楼、购物中心，还有复兴艺术中心、酒店等场所。当然，这个结构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外观，它是由一组复杂的管道组成的，实际上3层垂直排列的金色和青铜色不锈钢管悬挂在3楼，灵感来自中国传统戏剧。安装在轨道上的窗帘由电动机驱动，白天这些窗帘在建筑周围缓慢移动，隐藏在立面内的扬声器播放着音乐。这是一个真正的独特的创造，带来了现代建筑的转折。它从传统设计中汲取灵感，尽管具有工业美学，但在移动时几乎感觉很有活力。第2名 HSB 旋转中心，位于瑞典马尔默的 HSB 旋转中心是世界上最不寻常的摩天大楼之一。这座由西班牙建筑师乔本真做设计，具有超现实的新未来主义。它是除了是瑞典及北欧最高的建筑物外，也是欧洲第2高的住宅大厦，高度约为190米。旋转躯干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人体的旋转，类似于人体的扭转姿势，以创造出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建筑形态。它是由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看起来像一个扭曲的人。在拆除巨大的造船起重机后，人们希望创造一个新的天际线，导致城市官员要求设计师创造一个新版本的天际线。虽然他说这是他尝试过的最大挑战，但结果确实很特别。2005年竣工的旋转中心不仅仅是一栋住宅建筑，它象征着马尔默从一个工业城市转变为一个设计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它有147套公寓以及办公空间和会议室，在最上面的2层是会议空间，可以欣赏到整个城市以及最近的海峡和哥本哈根的壮丽景色。它的结构本身就是一项工程壮举，其框架由铝和玻璃外层组成，由钢筋混凝土核心支撑，5层5边形的9个部分构成了结构，最上面的部分作为机械地板。对于这样的摩天大楼来说，令人印象深刻。它的建造也符合瑞典的高环境标准，使用区域供热和废物管理系统，将废物分离回收。其内部特征至少可以作为该国其他新结构的蓝图，也符合这些要求。第1名，三帕兰寺。你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时，第一反应会认为它是哪里的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不过可惜的是，它是泰国的奇特建筑，位于曼谷以西约40公里处，被称为三帕兰寺，有时也被称为龙寺。虽然它不像泰国著名的标志性寺庙那样出名，但这座独特的建筑肯定会吸引任何去那里的人的想象力，主要是因为它在其他地方看不到。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其17层高的粉红色塔身，顶部是一个巨大的、令人生畏的青铜龙雕塑，它的身体环绕着整个建筑，建筑内部是空心的，为游客提供了一条爬到顶部的通道。其设计旨在象征佛教信仰的启蒙之路，但这是一段上升到天堂的旅程。这座寺庙建于1985年，是周围建筑群的中心。这个建筑群充满了一系列的雕像和神龛，所有这些对佛教和印度教传统都很重要。绿意盎然的景观花园和池塘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人们与雄伟的龙塔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这座寺庙宏伟而独特，但它并没有被广泛宣传，也没有出现在大多数旅游指南中，这进一步加剧了它地处偏远和人迹罕至的错误，使它成为那些想要体验泰国丰富精神遗产的人的宁静之地，远离繁华的旅游热点。看完了这期的最奇特的建筑后，你对哪个建筑印象最深刻呢？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建筑吗？请在下方与我们一起交流。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